今天我们来聊聊刷牙这件看似稀松平常的小事。从小我们就被告诫早晚都要刷牙，才能保护牙齿。但是你相信吗？这个我们坚持了一辈子的好习惯，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伤害着我们的牙齿。尤其是过了50岁之后，难道早晚刷牙竟然是错的吗？牙医警告，50岁以后，如果你还照着年轻时的老方法刷牙，小心牙齿不但没刷干净，反而越刷越掉。举个真实的例子，台湾有一位40多岁的陈先生，养成每天早晚刷牙的习惯，已经20多年。没想到最近他去牙科做例行检查时，牙医师却告诉他，他已经有中度的牙周病，需要进一步治疗。陈先生听了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困惑地问：我每天都刷2次牙，怎么还会有牙周病？事实上，陈先生的遭遇非常典型，也点出了许多人的盲点。刷牙的次数够不够，并不等于口腔就真正干净，关键在于刷牙的方式与时间是否正确。根据卫生单位近年的调查结果，台湾成人的牙周病盛行率高达80%以上，其中50岁到64岁是牙周问题最常见的年龄层。这个年龄段罹患牙周病的风险是18岁到34岁年轻族群的 6.7 倍。也就是说，年过50的人牙周状况明显，比年轻人差得多，更容易出现牙啃发炎、牙齿动摇甚至脱落的情况。牙周病可不只是口腔小问题而已，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其列为全球重要的慢性疾病之一。严重的牙周感染不但会造成牙齿松动掉落，还可能连累全身健康，例如增加心血管疾病、中风、糖尿病的风险。甚至有研究发现，牙周病严重的人罹患失智症的比例更高，因为缺牙导致咀嚼功能下降，间接影响大脑的活络。总之，牙齿掉光不仅影响吃东西，还可能拖垮整体健康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开始回想自己的刷牙习惯，心里有些发毛了？那么，为什么明明每天都有刷牙，还是有这么多人在掉牙呢？牙医师指出，核心原因就在于大多数人一直以来刷牙的方法不对，观念不正确。我们每天拿着牙刷，看似勤奋的在刷，却可能压根没刷到重点，反而伤害了牙啃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深入剖析一下，特别是迈入50岁以后，最常见的几个刷牙误区。如果你没及时改掉，它们可能会让你的牙齿越刷越掉。首先，第一个大问题就出在刷牙的时机上。许多人以为只要做到早晚各刷1次牙，就万事大吉。然而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这个习惯恐怕远远不够，甚至可能适得其反。早上刷牙，晚上刷牙，表面上看起来很勤劳，但你想过吗？我们一天当中还有3餐要吃，尤其是中餐和晚餐之后，如果不及时清洁，食物残渣和细菌就在口中发酵，产酸整整好几个小时，牙齿都浸泡在这些酸性物质里。很多人中午在外忙碌，觉得不方便，就前脆不刷牙，饭后最多随便用水漱一漱，甚至完全不管，直到晚上睡前才刷第2次。从中午吃完到夜里睡前，往往隔了6-7个小时以上，细菌早就在牙缝和牙啃边缘筑起了堡垒。等到你夜里匆匆刷牙时，那些牙菌斑可能已经开始变硬，甚至钙化成牙结石，任凭你怎么用力，刷也刷不掉了。这就好比吃完饭的锅碗，若能马上洗，油污残渣轻松就能清除。但你若丢在水槽里前上一整天，到晚上再洗，粘在上面的酱汁残饭早已前硬，要洗干净就得费很大力气。同样道理，牙齿上的脏东西也是如此。饭后拖得越久才刷，污垢就粘得越牢，甚至硬化成刷不掉的牙结石，到时再后悔就迟了。再把场景换得更刺激一点，其实我们的口腔就像一座战场，每当我们吃完一顿饭，就等于在嘴里丢下了一堆补给品。细菌大军闻风而动，迅速集结攻占牙齿。它们先是在牙齿表面铺开一层黏黏的牙菌斑，当作营帐，然后躲在里头疯狂繁殖。如果你迟迟不出手，也就是不刷牙，给它们几个小时时间，就能把这层营帐加固成坚硬的堡垒，也就是牙结石。一旦敌军筑起了牙结石这道堡垒，
光靠牙刷这点兵力已经攻不破了。此时细菌便源源不绝地从堡垒出击，释放毒素攻击牙啃，甚至逐步腐蚀支撑牙齿的牙槽骨。等到我们终于察觉异状，牙啃早已节节败退，地基松动，牙齿也成了一段残破的城墙，随时可能倒下。听起来很可怕吧？但这其实就是牙周病的真实写照，所以绝不能让细菌有机会状大到筑其堡垒。我们必须抓准时机，在它们集结之初就发动清洁攻势，把细菌连老巢待哺给品一网打尽。这也正是为什么强调饭后紧早刷牙，别给口腔细菌任何可乘之机。其实饭后30分钟内就是清洁牙齿的黄金时间。许多牙医都提醒，最好在吃完东西后半小时内刷牙，清除当餐的残渣和菌膜。为什么特别强调半小时呢？因为我们吃东西时，口腔环境会变得比较酸。刚吃完时，牙齿表面的珐琅质有点软化，这时候立刻刷牙，有可能磨损珐琅质。所以比较理想的做法是，先用清水漱口，等个10几20分钟，让唾液中和酸性，再开始刷牙。这样既不伤牙齿，又能在30分钟内把食物残渣清掉，不让牙齿长石，煎泡在致食的酸性和细菌里。相反地，如果每次吃完饭都拖好几个小时，甚至等到隔夜才刷，细菌等于有充裕时煎在你嘴里，兴风作浪，攻城略地。难怪久而久之你的牙齿会出问题，尤其睡前那一次刷牙更是马虎不得。夜晚睡觉时，我们的唾液分泌会减少，口腔自洁能力变差，细菌就像趁夜偷袭的贼军，在你熟睡时疯狂繁殖。如果睡前没有把牙齿彻底刷干净，一整晚下来，细菌产生的酸和毒素会毫无阻碍地破坏牙啃组织。很多人早上起床会发现牙啃肿痛，口腔有异味，那往往就是前一晚没清洁干净的后果。所以牙医们常说，睡前那次刷牙决定你的牙齿未来命运，一定要耐心而认真的刷，千万不要偷懒。还有些长辈吃完碗饭后喜欢一边看电视一边嗑瓜子吃零食，甚至喝完宵夜汤才刷牙，或前脆不刷就睡，这对牙齿的伤害更是雪上加霜。自想，牙齿整晚都浸泡在食物残渣和细菌之中，怎么可能不坏掉？所以过了50岁后，更应该坚持每晚睡前彻底刷牙，并且尽量做到每餐饭后都刷牙。有些银发族朋友白天待在家，其实完全可以做到3餐后各刷一次，不用怕麻烦，花几分钟刷牙总比将来花大钱补牙装假牙强吧。如果外出时再无法马上刷牙，至少用清水彻底漱口，或携带牙线把塞在牙缝里的脏东西清出来，减少细菌滋生。总之，正确的观念是，刷牙的频率与时既应该跟着你的进食节奏走，而不是仅仅早晚各一次的制式公式。接下来，第二个致命的刷牙误区和很多人刷牙的方式有关。你是不是认为刷牙当然要用力刷，刷得越大力，刷毛越硬，才能把牙齿刷干净？如果你一直抱着这个总观念，那可要当心了，因为这其实是牙齿提早报销的原因之一。简单来说，刷牙太用力，反而可能让你越刷牙，牙齿磨损得越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牙菌斑病没有你想的那么顽固，它非常柔软，只要方法正确，轻轻刷几下就能去除。而反观我们的牙齿和牙啃，其实没那么耐操，特别是人过中年后，牙啃会变得较脆弱。如果刷牙太过用力，硬硬的刷毛像钢丝球一样反复摩擦牙啃，很容易把牙啃边缘磨损，造成牙啃萎缩。试想牙啃就像包住牙根的保护套，你一直大力刷，保护套一直往后退，结果牙根都露出来了，牙齿当然越来越松。不仅如此，过度用力的刷牙还会对牙齿本身造成伤害。很多人习惯拿牙刷沿着牙啃横刷，觉得这样刷得快又有劲。然而长年累月横向用力刷，就可能在牙齿颈部，也就是靠近牙啃的那一圈，刷出一些楔形的小缺口。那其实是珐琅质被磨损的痕迹。一旦珐琅质被刷薄了，里面的牙本质露出来，你就会开始觉得牙齿愈冷愈热，特别酸痛。更糟的是，
这些磨损的缺口也容易成为蛀牙的温床，所以有人虽然很勤奋刷牙，却反而刷出了满口的敏感牙齿和一颗颗蛀牙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冤枉？硬毛牙刷更是牙啃的杀手，不少人口味重，觉得用软毛刷不起来，刷不干净，就挑最硬的牙刷，刷得咯吱作响，好像在搓地板。事实上，刷毛太硬只会把牙啃刮伤、刮破。牙医临床上常见一些长辈，明明口腔卫生习惯不差，却牙啃严重萎缩，牙根大片裸露，那就是长年使用过硬牙刷，刷牙太用力造成的慢性伤害。更惨的是，牙啃一旦退缩是不可逆的，退上去了就再也长不回来，牙根暴露在外，面临的风险可就大了。一来牙齿变得很敏感，遇冷遇热酸疼；二来牙根酶有珐琅质保护，外露部分很容易发生蛀牙，而且蛀在牙根比蛀在牙关更麻烦，常常没发现就毁坏很大范围，甚至直接让整颗牙报销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到底要怎么刷才对呢？其实正确的刷牙诀窍可以总结成2个字，就是轻柔。要轻，要柔，还要刷得到位，千万不要再拼满力，更不是刷得越快越好。牙医们推荐的一种正确刷牙方法叫做背式刷牙法，又称巴氏刷牙法，被公认是特别是合预防牙周病的刷牙方式。它强调的正是轻柔细致的清洁。具体来说，你要把牙刷与牙齿呈45度角，对准牙啃与牙齿交界的地方，不要平行横刷，而是斜斜地让部分刷毛刚好探进牙啃沟里，一段大概2颗牙齿的宽度，轻轻地小幅度来回颤动刷毛，大约刷10下，再移到下一段，这样一小段一小段慢慢刷，才能把藏在牙啃边沿和牙缝口的牙菌斑扫出来，同时也温和地按摩了牙啃，促进牙周组织的健康血液循环。听起来有点繁琐，别急，其实刷顺了就自然很快。而且切记，每次刷牙至少要刷满2分钟以上。很多人其实刷不到30秒就草草结束了，难怪刷了跟没刷一样。你不妨计时试试看，2分钟其实并不长，刷完整个口腔甚至建议花到3分钟左右。想想看，我们一天花那么多时间看手机、追剧，把区3分钟留给认真刷牙，很值得吧？尤其上了年纪的人，牙齿清洁更要比年轻时花多一点时间，因为随着牙齿老化和牙啃萎缩，清洁难度是提高的。别怕麻烦，花点时间用对方法刷干净牙齿，胜过你将来为补牙、根管治疗所花的时间和金钱。也许你会好奇，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的呢？其实，刷牙并非现代人才有的习惯，早在古埃及时代，人们就用细树枝制成咀嚼棒来摩擦清洁牙齿。在印度和中东地区，古人也会利用特定植物的枝条，一端咀嚼成刷状纤维刷牙，另一端削尖当牙，牵一支树枝就能同时刷牙又剔牙，相当巧妙。我们中国古人也不落人后，隋朝的医书中就记在用杨柳细枝蘸水摩擦牙齿的方法。唐朝时期更出现了以珠中固定在竹柄上的简易牙刷，被称为刷牙子。南宋的笔记《孟良录》中甚至提到，当时开封出现了专门贩售牙刷的店铺，显示刷牙在宋代已颇为流行。欧洲人在18世纪末才开始制造出近代牙刷，用猪毛插在牛骨手柄上。到了20世纪30年代，美国公司发明出尼龙纤维牙刷，才取代了动物毛的刷毛成为今天我们使用的牙刷样式。至于牙线，相对牙刷则要年轻许多。据说19世纪时，就有美国牙一开始推荐病人用蚕丝线清洁牙缝，但真正的商业化牙线产品要到20世纪才普及。因此，不少老一辈从小没接触过牙线也不奇怪。不过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知道牙线的好处，就应该好好利用它，每天把牙缝清干净，让牙周组织保持健康。说完刷牙时间和力道的问题，最后我们要谈一谈许多人常忽视的一个重点，那就是牙缝的清洁。就拿我邻居的例子来说吧，前阵子我陪一位60多岁的林阿姨去看牙医，
医生发现他有几颗蛀牙都藏在2颗牙齿相邻的地方，也就是牙缝处。林阿姨很困惑，她不明白为什么每天刷牙，牙齿还会烂掉洞。医生问了她一句：那您平常有用牙线吗？结果林阿姨一愣，摇摇头说，她从不使用牙线，只是饭后偶尔拿牙签剔牙。牙医听了便解释，牙刷是刷不到牙齿里面的，不用牙线清洁牙缝，再怎么勤刷，牙还是会出问题。林阿姨这才恍然大悟，连连感叹，原来我牙缝里藏那么多脏东西啊。之后她开始练习，每天使用牙线调整自己的清洁习惯，终于不再出现新的蛀牙了。像林阿姨这样天天刷牙却忽略牙缝清洁的例子并不罕见。其实牙刷并不能刷到牙齿的全部表面，我们的每颗牙齿有5个面，外侧、内侧、咬合面以及左右2个临接面。牙刷顶多刷到前3个面，牙齿彼此相贴的那2个邻面是刷不到的。那些没刷到的地方就变成了细菌的天堂。日积月累，牙菌斑在牙缝里疯狂滋生，不但容易在2牙之间造成蛀牙，还会持续刺激邻近的牙啃，引发发炎。难怪有些人明明每天都刷牙，却还是一直在补牙、洗牙，问题就出在那些刷牙刷不到的死角。因此，每天使用牙线就显得极为重要，尤其年纪大的人，更要养成使用牙线或牙尖刷清洁牙缝的习惯。遗憾的是，据统计，我国经常使用牙线的人比例仍然不高，许多银发族可能一辈子都没用过牙线，所以现在开始培养也不迟。赶快把牙线买回家，每天花几分钟把牙缝清干净吧。很多长辈习惯饭后使用牙签，但牙签只能做为不得已的临时工具，因为它无法贴紧牙面清除牙菌斑，反而可能不小心刺伤牙肉，让牙缝变得更大。正确的做法是用牙线贴着牙齿表面上下刮动，把软软的牙菌斑刮出来，每一个牙缝都要刮到2侧，也就是临近2颗牙的侧面都要清到，才能真正清干净。刚开始用牙线的人可能觉得手指笨拙，甚至会拉到牙啃，但千万别因此放弃，多试几次就能掌握技巧。如果真的手不灵活，比方说有关节炎，拿不住牙线，可以使用牙线棒或是合尺寸的牙尖刷来辅助。但记住，不管用什么工具，务必要每天至少清洁1次牙缝，否则任凭你的刷牙功夫再了得，只清洁了牙齿表面，却忽略了牙缝深处，还是无法避免牙周病悄悄找上门。顺带一提，舌头上也藏着大量细菌许多人忽视了舌苔的清洁岛，治口气不好。建议每天刷牙时，用牙刷或专用的刷舌工具轻轻刷拭舌背，可以去除大部分舌苔，减少细菌滋生。舌头刷干净了，口腔环境会更健康清新。我们强调口腔保健要面面俱到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或许有人会问，那漱口水是不是可以替代刷牙或牙线？有的人饭后懒得刷牙，就含一口漱口水，觉得完事。OK， 事实上，漱口水只能作为辅助，不能代替刷牙。漱口水确实可以暂时降低口腔细菌数量，让口气清新，但它冲不掉贴在牙齿表面的牙菌斑。而且市售漱口水很多含酒精或强烈的药剂，不宜长时间含在口中，更不能因为用了它就省略刷牙。牙医直言，饭后趁早刷牙的效果远胜过任何品牌的漱口水。如果真的不方便马上刷牙，选择清水仔细漱口或嚼无糖口香糖，刺激唾液分泌，往往比单靠漱口水更实际有效。另外，有些生活习惯也会大大影响牙齿的存亡。首先是抽烟，烟草中的有害物质会减少牙啃的血液循环，削弱牙周组织的抵抗力，让牙周病更容易发生且恶化。统计显示，长期吸烟者罹患牙周病并造成牙齿脱落的风险是不吸烟者的数倍。此外，嚼槟榔对牙齿与牙周更是毁灭性的伤害，不仅会磨耗牙齿染成褐黑色，还会造成牙周组织的纤维化病变，大幅提高口腔癌风险。为了您的牙齿和整体健康，务必戒除这些不良习惯。随着年龄增加，有些人唾液分泌会减少，或者因服用某些药物，例如一些降血压药
抗组织胺等药物而导致口前。口水少，牙齿自洁能力就变差，更容易堆积菌斑，产生蛀牙。因此，中老年人要特别注意多喝水，必要时可使用含氟漱口水或含木糖醇的口含片，来帮助口腔保持湿润，预防蛀牙。在饮食方面，尽量少吃含糖量高或粘性强的食物，例如牛轧糖、甜果、浅果，因为这些东西特别容易粘在牙缝里，让细菌滋生。如果想吃甜食，最好在正餐后当作点心，吃完立刻刷牙，不要整天不定时吃零食，给细菌提供源源不绝的养分。多吃富含纤维的蔬果，可以在咀嚼时部分清洁牙齿表面，适量摄取起司等乳制品，其中的钙和磷有助于强化珐琅质。饮食均衡，营养充足，也能帮助牙啃和齿槽骨维持健康。说到营养，就不得不提氟这个牙齿的好朋友了。含氟牙膏是预防蛀牙的利器，特别是人过中年，牙根外露增加，更需要靠氟离子来强化牙齿。每次刷牙请记得使用含氟牙膏，而且刷完后不要立刻用大量清水漱口，尽量让牙膏泡沫在口中停留一阵子，让氟化物继续发挥作用。市面上也有专为中老年设计的牙膏，添加了高浓度氟或抗敏成分，有需要都可以选择使用。另外，牙刷建议每3个月更换一次，如果刷毛出现弯曲分叉，就表示该换新的了，因为刷毛变形后清洁力会大打折扣。如果您觉得手动刷牙总是掌握不好力道和时间，也可以考虑使用电动牙刷。优质的电动牙刷能提供恒定且快速的刷牙震动，许多产品还贴心设计了压力感音装置，能侦测你刷牙是否用力过度并自动提醒，还有2分钟计时功能，帮助您达到适当的刷牙时间和力度。不过要记住，即使是电动牙刷，也需要按照正确的方法，将刷头摆放在牙啃边缘并一颗颗牙仔细移动，才能发挥效果。千万不要偷懒，随便在口中乱晃了事。至于清洁牙缝，市面上有一种利用高压水柱冲洗牙缝的设备，称为冲牙机，也叫水牙线。对于戴牙套或懒得用牙线的人而言，冲牙机是一种不错的辅助，但大多数牙医仍提醒，水柱无法取代牙线紧贴刮除牙菌斑的效果，建议还是以牙线为主，冲牙机为辅。最后再提醒一件经常被忽略但很重要的事，定期检查与洗牙。也许你平常刷牙和使用牙线都很勤快，但仍然难免会有清不到的死角，时间长了还是会逐渐积累牙结石，所以最好每隔半年，也就是每年固定2次，去牙科让专业的口腔卫生师或牙医师帮你彻底清洁。许多国家，包括台湾，都有健保给付的洗牙预防措施，好好利用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别嫌洗牙时牙啃出血不舒服，那点小不适比起真正牙周发炎甚至拔牙要好太多了。如果已经被诊断有牙周病问题的人，可能需要遵照牙医指示，每3个月就回诊追踪治疗，以控制病情不要恶化。就像你的汽车需要定期保养一样，牙齿也需要定期让专业人士检查维护，该补的洞补一补，牙结石清一清，这样才能长久保持健康。谈了这么多，你会发现保护牙齿其实是一门学问，绝不是每天早晚刷2次这么简单而已。特别是在50岁以后，我们更要与时俱进，调整自己的护齿方式，不要再迷信那些从小听到的口号，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真正把牙齿照顾好。试想，如果你能守住口中的每一颗真牙，不仅可以畅快地享受美食，也降低了假牙、植牙的需要，更避免了牙齿掉光带来的种种困扰。日本有句俗话80 20，意思是活到80岁时还保有20颗原生牙，那将大大提升老年生活品质。这不只是梦想，而是可以靠日常努力达成的目标。现代医学的进步让我们能活得更久，但要活得健康有品质，牙齿绝对功不可没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到老年还能满口好牙，吃什么都香，牙齿咬得动，营养跟得上，身体就更硬朗，
连失智的风险都降低。反之，如果中年开始牙齿路续掉光，不敢吃这不敢咬，那整天或稀饭软烂食物喂吾，营养摄取不均衡，身体机能也会加速退化，更别提牙齿掉光，还可能让人说话发音受影响，脸型塌陷显老，心理上也容易自卑、忧郁、社交、意愿下降。这些连锁反应都是我们不愿面对的晚景吧。我曾在牙科诊所遇过一位90高龄的老先生，口中大部分牙齿都保存完整又健康，让在场的人羡慕不已。他笑着分享说，自己从年轻开始就非常重视口腔保健，一辈子按时刷牙，定期洗牙，直到现在都几乎没蛀过牙，牙齿当然好得很，也陪着他长寿到现在。相反地，我也见过一位年仅50多岁的阿姨，就因长期忽视牙啃出血的问题，加上抽烟又吃槟榔，结果短短几年内牙齿几乎掉光，不得不依靠满口假牙过活。她后悔莫及地说，早知道当初就该好好刷牙，戒烟槟榔，如今想补救也来不及了。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案例，充分说明了牙齿保健的重要。只要方法正确，牙齿真的能陪我们用上一辈子。但如果漠视他们的求救信号，任凭不良习惯侵蚀，牙齿可能在老之前就提早退休。俗话说得好，牙好胃口就好，身体自然好。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一口健康好牙，享受美食，健康长寿